想到这个过程，又要回到10年前啊，应该是102年的年底，林雅珍理事长他到学校来，然后请我们学校来成立第一个带棍球的球队。那时候一开始就是理事长就自己带着自己做这样，然后各校去拜访，然后邀请他们来听一下说明会，让学校都了解说带棍球是什么。所以那时候有的学校可能不太会接受，也很感谢理事长一直都不退缩，也不气馁，就是一直邀请。带棍球刚进来我们学校的时候，当时候这个运动对学生来说是哇，怎么那么特别，很新奇，所以那时候一堆人就跑来参加。中华民国带棍球第一个高中的球队，于是就这样产生了。然后103年的3月25号，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团练的时间。就是男生成立大概2年以后还是什么之后，后来就慢慢陆续有成立，想要成立女子带棍球这样子。我先找雅帆，跟他稍微就是讲说，你要不要来打一次带棍球？透过他，然后问问看排球队的学妹要不要一起来打球。所以后面就会有雅欣、洛奇、怡萱、彭敏他们那几个女子带棍球的第一代这样子，就是慢慢成型了。他们4个小女生就是一起就是进了城市科技大学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们都成为很好的教练，然后就带着女子带棍球练习。他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把他们的喜欢传承给下一代，就像我们当初蓝雀的精神是一样的。没有想过他们会这样。身为一个老师，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。对。以前我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现在这个样子啊！我总觉得说这个运动在台湾发展下来，真的非常的难。人家看到像这样子的运动，都脑海里面有一大堆的存疑，有一大堆的问号。但是透过协会不断的这样去推广，才会有像今天这样子的成果。用同样这样子的力道，我相信全台湾会有更多的人投入这个领域里面去。我相信它的前途应该是会非常好。就是未来10年、20年，我想要看到带棍球在台湾就是一个很普及化的运动。只要你提到带棍球，就像提到篮球一样，大家就知道带棍球是什么，就是大家都很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，而不会有人不知道。我希望能够看到的，在每一个校园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踪影。每一个人手上都会有球杆，然后随时随地都想练，就会有场地可以练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用相机、用镜头在旁边从侧面去观察他们，其实有很多的镜头也都很令我自己感动到。有些是失败、很伤心的情绪。有些是很胜利以后非常高兴、很激昂的那些动作、那些表情，也有一些是当受伤以后那个很痛苦的表情，那些其实都被我记录下来了。无论如何，我觉得最能够去表达他们的，大概就是坚持2个字。无论他们现在是持续在练球，身为一个球员、教练等等，或者是说他们半途而废等等的，无论受伤，无论失败，无论成功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从第一个球队要成立一直到现在，我可以赞同理事长的想法。带棍球它就像是一个磨练心性的一个竞技场。那个球场就像是一个竞技场，那它是在磨练一个人的心性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是希望说，透过学生、球员，然后透过他们训练、磨练自己，让自己可以更成熟，以后有更强大的
特质，可以面对他以后在出社会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压力，然后去解决它。我在想说，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，大概是我们最期望学生选手们能够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所学习到的。带棍球对我来说是什么？是爱，很多爱组合的，就是由协会无限付出的爱，还有教练对教球的挚爱，然后学生对打球的热爱，还有家长对孩子的关爱，以及我们到外面去做经验交流，球队之间的友爱，就是由这些各式各样的爱组合成，才会有我们现在台湾的带棍球。我记得有一天，我们的邵董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大学的国际长郑博元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 ：“Rock， 你有没有空？”我说有啊。现在正在办那个带棍球比赛。我说什么是带棍球？反正电话里也讲不清楚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吧。我就跟他一起去看带棍球比赛。他给我的感觉是哇，很像冰上曲棍球，同学们都穿装备。盔甲、面具，哇，还蛮壮观的。当下我就觉得，这个如果我们学校可以来玩一玩，应该不错，同学应该会蛮喜欢的。我们的国际长认识杨妈嘛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杨妈就跟我接触，然后开始了采购装备，然后他帮我们安排了教练。城市大学休闲系，我们就开始接触了这个带棍球。刚开始因为没有选手，我们先从我们现有的棒球队，然后从棒球队里面挑了一些同学出来打。结果效果也不错。我那时候是跟同学讲，这个运动是新的，在别人还没有玩之前，我们先玩，你们就很有机会可以成为很优秀的选手，甚至成为中华台北的代表队选手。事实也证明了，我们这么多同学加入带棍球，他们也都被选为中华台北的代表队。我第一次看到正式的比赛是在香港，然后就这些冲撞。然后这些速度的东西，其实你坐在场边的时候，你会跟他一起兴奋，你会一起有一个冲动，好像你也想要跳进去，你也已经加进去，然后跟他们融在一起的部分，现场觉得非常震撼，非常刺激。所以当然也那个时候也爱上了这个运动，然后又刚好碰到宫东的这一批小朋友，那可能有要衔接大学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接触到带棍球这个运动，然后准备让他们。在高中毕业之后，能到大学继续升学，然后继续打带棍球。我看到这群同学加入球队带棍球队，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变得很健康，背着那个装备袋在校园里面这样走来走去，散发出那种自信、充满希望的那个表情，我替他们感到开心。事实也证明，他们加入这个带棍球队、带棍球社团。他们的生活变得很精彩，不管是练球、上班、上学、教课、教球，很充实。哪怕说这些同学他们毕业后没有继续从事带棍球的相关工作，但至少大学这4年，他们过的是充实、是快乐的，这样也够了。如果有持续在带棍球相关的这个行业，那也更棒了。比如说他大学这几年，他所学就一开始讲的，他的兴趣跟他的工作专业做了结合嘛，所以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学以致用。那大学里面，我想它的变化更大，你可以走的路更多，你的思考也更完善，那对你的未来也更全面。我想学校就是提供这个部分给这些小朋友去选择。那当然，以学校来讲，跟学会的配合，那我们的学生其实在大3、大4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开始在跟协会那边做一些的实习。然后也开始接触教练，也开始协会里面的行政工作，也是让他们去接手，所以事实上是让他们提早接入到社会职业这个部分。我想这对小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也不可以用手捡球，可以吗？其实，在10年前，我对这个运动也是很好奇、很陌生。到底台湾
会有多少人加入这个带棍球大家庭？因为他毕竟在那个时候属于比较少众的人在玩，而且你跟人家讲带棍球，你还要花一点时间去解释。10个人里面大概有9个人、10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带棍球，所以它是一个完全全新的，而且是陌生的一个运动项目。所以一路这样走过来确实是辛苦的，因为你必须一直去推广、去解释、去介绍。我想在台湾一个运动要从零开始发展，要普及的话，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需要的还要财力跟人力的资源。那当然人力的部分，我想你要有专业或者是有接触过带棍球的这些小朋友，或者是未来的这些教练啊、裁判这些也都要培养。我想10年是一个基础啊。那目前我们的人员、裁判、选手、教练都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，再来的推广，那才会有更有力道的部分，那才能更深入到所谓的社团啊，深入到学校里面，我们才有足够跟专业的人，然后去教导或者是去推广。带棍球是怎样的东西？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家人，然后也是一种责任，很诚懇。也培养了蛮多的小朋友，只要这个小朋友在我们学校这边接触带棍球的话，我对他就有责任。在这4年内，我希望能透过带棍球帮助他，在未来人生上面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。所以带棍球对我来讲是家人，也是个责任。各位同学，很多东西是这样子，你没有接触它，你没有去了解它，你都认为说它是很难的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当你接触它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你们都很年轻，潜力无穷，很多事情在你还没去尝试它，你还没去努力之前，你先不要看不起自己，没有那个不可能的。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那别人怎么会看得起你？你做了吗？你连做都还没做，你怎么会觉得我不可能啊？我不会啦，我不可能啦？你先做看买嘛，啊不行，那还是回来原来的样子，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啊。所以在你还没尝试之前，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说，我做不到，先做再说。